咖啡文化的演变发展引发了数次的咖啡浪潮，不断影响我们今天享受咖啡的方式。那么这些咖啡浪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好，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咖啡浪潮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世纪初，人们发现咖啡因的提神作用时，开始对咖啡的需求逐渐增加，甚至每个家庭都有咖啡壶。杂货店开始出售自家烘焙的咖啡豆和咖啡粉。尽管人们每天饮用，但咖啡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饮料。通常是用壶煮，并不断加热沸腾，始终处于过萃状态，没有几大勺糖是完全无法下咽的。喝咖啡的人大多为中年人，他们在漫长的一天工作中需要咖啡因来保持活力。咖啡店在此时的作用也仅限于社交，甚至在一些餐馆中，咖啡是作为免费饮品赠送给消费者的。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咖啡需求量剧增，使很多咖啡公司在这个时期开始创立并把咖啡生产规模化，也促动了咖啡机的诞生与发展。关于浓缩咖啡机诞生的故事，可以观看往期视频。这个时期被称作第一波咖啡浪潮，人们对咖啡因的需求高于对咖啡的品质要求。人们不知道自己口中的咖啡来自何处，是和品种和什么质量的咖啡豆混合在一起。但是第一波浪潮对咖啡行业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满足人们对咖啡的需求，在扩大生产的同时，需要延长咖啡的保质期，于是逐渐有了正确处理咖啡豆的方法和各种保存、包装咖啡豆的方法。1929年，当现在的速溶咖啡巨头雀巢咖啡出现时，彻底改变了咖啡的消费方式。关于雀巢的品牌故事，近期会做视频聊一聊。尽管雀巢咖啡让速溶咖啡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但实际上它并不是速溶咖啡的发明者。关于速溶咖啡的故事，我们会找机会单独讲解。可见，第一波咖啡浪潮给人们带来的是咖啡的便利性，而不是咖啡的体验。二战过后，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人们对咖啡不再只满足于便利和咖啡因。越来越多的美食家和咖啡品鉴者对单一口感的咖啡开始感到厌烦，于是第一波咖啡浪潮开始衰落。彼时的消费者属于自我觉醒时期，不仅对咖啡的要求开始改变，对所有食品、物品都开始逐渐向精致化转变。人们开始对无法从速溶咖啡身上获得的更多咖啡风味口感产生兴趣。这种渴望引发了人们对咖啡豆种植和收获方式，以及每种咖啡产地才可以品尝到的独特咖啡豆风味引发强烈关注。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咖啡生产商和巴西咖啡生产商之间的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第二波浪潮。咖啡烘焙师发现，咖啡豆的风味特征随着咖啡原产国不同而不同，某些原产国逐渐受到咖啡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青睐。除了原产国之外，第二波咖啡浪潮还将咖啡饮料推向了更广泛的咖啡消费世界，特别是意大利传统的浓缩咖啡。此时也催生了浓缩咖啡机在意大利的飞速发展，以及向全世界扩展。直到1971年，星巴克在西雅图派克市场开店，彻底改变了咖啡界。关于星巴克的故事，我们也会找时间专门讲解。咖啡馆文化，连锁咖啡馆时代拉开帷幕，第二波咖啡浪潮达到巅峰。此时的咖啡馆文化除了社交的作用，咖啡也成为了一个可以享受的饮品。从这个时候开始，喝咖啡不再只是为了早上摄取咖啡因，而成为了人们享受美好清晨的休闲方式。而不断更新的花式咖啡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咖啡店以意大利浓缩咖啡为基底，开发出各种特色饮品，以便迎合各个群体的口味需求。随着咖啡馆提供的甜味特色咖啡饮料，咖啡店、超市的货架上也不再只是深烘的咖啡豆，消费者也开始更加挑剔。此时的咖啡师更加专业，不仅要接受系统的培训来制作咖啡，还要接受所有关于咖啡豆产地出处、如何种植、如何加工等方面的培训。这使得咖啡师成为普通消费者和咖啡豆本身之间的桥梁。普通消费者对于咖啡豆本身依然无法做到直接接触，于是，在1982年，一小群咖啡爱好者成立了精品咖啡协会，第三次咖啡浪潮逐渐兴起。随着20世纪末互联网的普及，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普通消费者开始有机会直接接触咖啡产地、咖啡豆农，并获得更多来自小农场的单一产地的咖啡信息。于是，精品咖啡时代到来，更多的咖啡爱好者们不仅开始了解咖啡豆之间的细微差别，甚至开始在家自己烘焙、研磨和冲泡自己的咖啡豆。人们更多的开始把咖啡作为一门既科学又带有个人感的艺术品来研究和对待，这也直接促成了咖啡杯测的品鉴技术与标准流程。关于杯测故事，可以回看往期杯测的秘密。
虽然第三次浪潮导致了高品质咖啡豆和高品质咖啡的需求范围扩大，但是由于产量限制，依然只存在于少数人手中。精品咖啡时代的咖啡馆也已不再像传统连锁咖啡店那般有统一的制作配方和统一的标准，通常带有个人对咖啡的理解。除了笨重的意式咖啡机，他们将手冲单品咖啡也纳入菜单，为消费者提供单一产的单一农庄的不同风味口感的纯粹咖啡饮品。当然，制作时也一定要有科学的标准流程，以求达到咖啡豆最佳的风味状态。此时，对于传统意式咖啡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迎合消费者对于意式咖啡的风味需求，咖啡机制造商们在此浪潮中也在寻求技术上的改变与革新，好让咖啡玩家对制作咖啡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其实，每一次咖啡浪潮的推动都代表着一场争夺消费者的战争，而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引发的咖啡战争，我们有时间再详聊。那么，在即将引发的第四次咖啡浪潮中，大家觉得会有哪些改变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